Hello，大家好。我想分享一本在2014年出版，记录于朦胧早年成长经历的书。它的名字叫《礼物：遇见于朦胧》。于朦胧觉得妈妈既温柔又有趣。记忆中，从小到大，妈妈不但没有打过她，甚至都没有说过一句重话。自己小时候的性格属于挺敏感的类型，总是把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不愿跟人说。但是妈妈却总是能够发现，然后默默开导她，同时又会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逗她开心等等。后来慢慢长大，越来越懂事，于朦胧觉得妈妈其实是一个大事宽容、小事细心的人。于妈妈是射手座，于朦胧觉得她就像小孩一样，跟自己之间没有长幼之分的感觉。她不会强迫她做不喜欢的事，从来没要求她像别人家的小孩一定要这样或者一定要那样，也不会给她负担。遇到事情，她总是会给她讲道理，给她一些建议，希望她没有压力。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她能够快乐。于朦胧和妈妈的感情很深。于妈妈经常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送来的礼物，而于朦胧却觉得妈妈才是上天给她最好的礼物。能做她的儿子，自己是最幸运的人。从于朦胧说的字里行间看得出她的家庭很幸福。于妈妈的职业是美容师，她漂亮又聪明。于爸爸是健身教练，他温和又有主见。在于朦胧的记忆中，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拌过嘴。家里的事情一般是妈妈说了算，但大事他会和爸爸商量，而自己只要乖乖听话就好。就如 VCR 里说的那样，于朦胧名字里的朦胧2个字就出自妈妈的喜好。而那个年代的其他女性一样，于妈妈很爱看琼瑶剧，一部《月朦胧鸟朦胧》让于妈妈感动到无以复加。宝宝出生以后，妈妈便给他取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于朦胧。她希望于朦胧能够像琼瑶剧里那些男主角一样坚强、善良，能勇敢地面对生活。除了琼瑶剧，于妈妈还喜欢邓丽君的歌。于妈妈歌声甜美，在单位还颇有名气。于朦胧的歌唱天赋是遗传自妈妈。从小到大，都有人不停地问过于朦胧一个问题：妈妈，你爸爸是健身教练，为什么你这么瘦，而且一点肌肉都看不到啊？对于这个问题，于朦胧觉得很无辜，也很无奈，同时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健身教练的儿子就一定要练健身？爸爸很强壮，他就一定要这么强壮吗？于爸爸从来都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他和于妈妈一样，从来不认为自己身为健身教练就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肌肉男。但是中学有段时间，由于学业繁重，于朦胧身体也变得不太好，抵抗力很差，经常感冒头痛。于爸爸这时才第一次开口让于朦胧去健身，为的是增强体质。当时被生病吃药闹烦了的于朦胧意识到了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乖乖答应了。爸爸虽然不像妈妈那样细心，但是对自己的关心却一点不少。细心的于朦胧把这些都牢牢记在心里。于朦胧坦率地说自己在体育方面并不出色，但爸爸的身体素质却很好。乌鲁木齐的冬天非常冷，爸爸却一直坚持冬泳。
第一次看到爸爸在冰水里游泳的时候，于朦胧对于他的崇拜就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爸爸是于朦胧的偶像，是他想成为的那种男人。于朦胧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姥姥、姥爷的身边生活，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只能请姥姥、姥爷照顾年幼的他。在姥姥、姥爷家的时候，他经常能见到表哥和表姐。对于年幼的于朦胧来说，表哥和表姐算得上是他童年时期的第一群玩伴，跟亲哥亲姐一样，跟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们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开心的样子让于朦胧特别羡慕。表哥是舅舅家的孩子，性格跟于朦胧完全相反，特别皮，经常在学校惹事打架，但是外向开朗，到哪里都能跟小朋友打成一片。表哥比他大6岁，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大孩子了。寒假、暑假的时候会连骗带哄的领着于朦胧到外头冒险。这样的日子度日如年，每个星期家长来探望的时候，他都觉得那是唯一能看到希望的时刻。有一次，于妈妈来看他的时候，留下了一条围巾。于妈妈说，如果想家想爸爸妈妈就看一看，男孩子要坚强起来。从那时候，这条围巾就成了于朦胧的寄托。本来还觉得挺丑的，但是真的看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忍不住默默流泪，想起妈妈的叮嘱，又抹干眼泪，咬牙坚持，不想看到妈妈担心的表情。虽然很不快乐，但乖巧的于朦胧从来都规规矩矩，老师说什么都认真听着照做，不淘气，不捣乱。很快，他就得到了老师的喜爱。但是老师经过观察以后，发现于朦胧胆子太小，虽然听话懂事，但是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受了委屈也不说出来。老师很想锻炼这个内向的孩子，让他更活泼一点，于是推选于朦胧当班长。于朦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既惊讶又慌张，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哪里管得住人啊？对于老师的好意，于朦胧当时并不能理解，内心很抗拒，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把拒绝的话说出口。面对老师的期盼的目光，于朦胧最终还是默默答应下来。原本于朦胧最担心的就是和同学之间的相处，因为他平时跟别人接触很少，又不太主动跟同学说话，他甚至觉得可能班上一半的同学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莫名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小小年纪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压力。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大家对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漠。当班长的期间，如果哪位同学生病缺了课，于朦胧会主动去寝室送上课的笔记。平时相处的过程中，他也从来不会端着班长的架子，无论对谁都是和和气气说话，也不会做打小报告这种事情，一直非常细心而且善良。大概是被他的乖巧所打动，同学们都不愿意欺负他，也不愿意让他为难。所以在每天收作业、检查复习情况的时候，同学们大都会乖乖配合他。渐渐的，于朦胧也不再有之前那么大的压力了。他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到了集体当中。后来渐渐熟悉了这里的生活环境，和老师同学的相处也渐渐熟悉起来。学习和班长的工作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注意力，他每天都要打起精神来，强迫自己认真专注地面对一切，暗暗鼓励自己绝对不能偷懒，
也绝对不能丢脸。这么一来，也很少再有想其他事情的时间了。初来乍到的忐忑和茫然也渐渐被时间治愈。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都会把白天没有完成的事情和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在脑袋里想一遍再睡。如果恰好第二天有一些有意思的集体活动，他甚至开始隐隐期盼早晨快点到来。于朦胧的成长是迅速而惊人的。于爸爸和于妈妈和老师也发现，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恨不得时时刻刻都待在家里，即使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也能够开口打招呼，跟学校的同学和家里附近的小伙伴们的接触也变多了，偶尔还会跟着他们出去玩。虽然那段时间不算那么愉快，但幸好足够充实。这种让于朦胧形容为又爱又恨的生活，只过了1年的时间。于妈妈觉得送于朦胧去私立学校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决定还是要让她回到更常规、更普通的学校来。她相信这时候的于朦胧已经能够面对学校的集体生活了。最后一次去私立学校的那天的细节，于朦胧记得很清楚。跟着妈妈从老师办公室回到寝室的时候，在帮她收拾行李的老爷告诉她，他的同班同学刚刚跑过来一直在问，萌萌是不是不来了？他要去哪里呀？听到这些话，于朦胧心里特别感动。这1年的相处，同学们应该还是挺喜欢自己的吧，不然也不会关心自己的去留。于朦胧突然有点不舍，可是还没等他感动够，老爷又接着说，然后他们就拿着你的牙缸出去铲雪玩了。于朦胧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哭笑不得，庆幸自己还好没有因为不舍而一时冲动说要留下来。对于这些儿时的回忆，于朦胧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记得特别牢，也许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真实体会到，原来除了爸爸妈妈和姥姥姥爷之外，他还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将来会更多，因为这就是生活呀。回归普通小学，因为那里的教学进度和私立学校不太一样，于朦胧只能重读1年级。他笑自己硬是比别人提早10几年体验了一把复读的滋味。于妈妈还担心他会跟不上，可是1年级哪有可能跟不上啊？普通学校的生活比起私立学校宽松很多，不再有严肃的生活老师和教官。爸爸妈妈因为工作也不轻松，很多时候于朦胧也只能自己待着。因为有私立学校的一段学习经历，于朦胧在英语、语文方面的成绩很好，但是他非常不喜欢数学，一到数学课就头昏脑胀。也许是这个原因，他当时产生了一些逃避的心理。正巧这个时候，一个风靡全国的东西开始占据于朦胧的生活——游戏机。男孩子大约都有迷恋游戏机的一段时期，于朦胧当时也几乎达到沉迷的程度，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打游戏。虽然不敢逃课跟同学去游戏厅，但是他的作业开始乱做，听课也不那么认真了。放寒假的时候去妈妈工作的地方，在那边的游戏厅也是天天打游戏，弄得作业也不想做。开学了以后，心思根本收不回来。对于这个新情况，于妈妈一直看在眼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她不想打骂于朦胧，
因为他觉得每个孩子都会经历这个时期、这个阶段。可是放任不管更是不行，有可能会毁了于朦胧。焦急的于妈妈最后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主意，她反其道而行，把各种各样的游戏机都给于朦胧买回了家，让他在家里自己一个人玩。果然不久之后，这个办法开始奏效，缺少了游戏厅这种氛围，尽管游戏玩得很好，但是于朦胧开始不再那么执着和好奇，慢慢的对打游戏也不那么热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段短暂的叛逆期。注意力回到学习上以后，于朦胧的成绩很快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作业也按时交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师为了鼓励他的进步，让他当了班上的学习委员。于朦胧再一次成了班级的管理人员，他完全没有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学习委员比起班长，管的事情虽然少，但是更吃力不讨好。每天负责收全班同学的作业，还要督促他们复习功课。这2项工作让于朦胧觉得挺可怕的。一个班级几十个同学，总会有调皮捣蛋的人。有时候早上有些同学没有写作业，会跑到厕所里抄。于朦胧不好意思去报告老师，只能跟在旁边等着，一边忍受着不好闻的味道，一边不停地催他们快点快点。于朦胧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背书，那时候当学习委员还要帮别人背书，真是好矛盾的生活。但是这一切于朦胧都默默地忍了下来，他还是像以前当班长的时候一样，用自己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做那些当时会引起同学不爽的事情，善意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并最大限度地帮助同学。这样的方法很奏效，于朦胧到毕业为止都一直是老师眼中满意的好学生，同学眼里既尽职尽责又不讨人厌的班干部。进入中学以后，烦恼的事情就不再占据于朦胧的主要时间了，学业任务加重，他也再一次的没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繁重的压力之下，于朦胧也开始有一些反乳学校，觉得累，只有放假时才觉得开心。进入初3以后，于妈妈开始跟于朦胧谈起关于未来的计划。那个时候，于妈妈觉得她成绩并没有很好，所以如果能有一技之长，以后念艺术学校也不错。因为当时逃离学校的想法太强烈了，如果能够考上艺术学校，于朦胧觉得这是最直接简单的一个解脱的方法。于朦胧说，事实上妈妈对于她考艺校的这条路其实很早就有了想法。她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试着学了一段时间的钢琴，关于那段记忆，于朦胧也记得挺清楚。他说最初是看到电视里会弹钢琴的人显得特别帅气，于是软磨硬泡主动请求妈妈让他学，为此还专门买了一架钢琴。刚开始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以后一定要当钢琴家，但是后来进入练指法的阶段以后，他却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很枯燥，很没有意思。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大多数时候还是舅舅和舅妈送他去老师家上课的。为了不耽误学习，钢琴课都安排在周6，短短的周末休息时间又少了一半。这点也让于朦胧在去学钢琴的路上觉得特别痛苦。
有的时候学习太忙，又贪玩，他没时间练琴，一想到上钢琴课就会做噩梦，怕老师打手心。可这些都是自己要求的，只能默默坚持下来。这些矛盾的情绪，一直到于朦胧能够完整弹奏一首曲子的时候得以缓解。那个时候，于朦胧感觉到特别幸福，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了。正是这一件事，让于朦胧品尝到了辛苦过后收获的果实是什么味道。而对于音乐，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于妈妈经过这一件事，看到了于朦胧的潜力，她开始觉得也许于朦胧会适合走演艺这一条路。考虑到于朦胧数学成绩很差，于妈妈很担心她因为考不上好的学校而找不到好的工作，导致以后的生活会过得比较难。而艺术院校或者文工团对数学和其他科目的要求没有那么高，考上的几率比较大，毕业之后也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于妈妈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她替于朦胧想得很远。初三那一年开始，于朦胧在妈妈的建议下开始学习大提琴。一开始她挺担心自己会学不好，因为觉得太难了。可是后来学着学着，慢慢就觉得还是挺好玩的，于是就继续学了下来。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靠近中考，于朦胧感觉到了山一般的压力。因为要忙中考，复习功课本来就耗费了不少精力，放学后还要去大提琴班练习，非常辛苦。于妈妈看着也很着急。后来因为太过劳累，于朦胧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医生建议于爸爸、于妈妈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不然这些压力会对孩子从心理到身体都产生不好的影响。没有办法，大提琴最终还是没有坚持，放弃了。而于朦胧也从此专心学习，努力考上了高中，继续学习。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种种，于朦胧当时觉得并不怎么快乐的生活，现在看起来似乎只是自己想的太多。小时候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回忆，比如会帮他写作业还不画38线的同桌女同学，比如蛮长一段时间每天都会偷偷往有好感的小女生的包里放零食，后来不知道怎么被他的同桌发现了，然后有一天发现自己的书包里也开始出现了甜蜜的零食。比如在还沉迷于游戏世界的年代，有一段时间特别羡慕手里有 GBA 游戏机的发小，可是因为家里已经买了不少游戏机，他不敢再开口向妈妈要，于是只能每天眼巴巴地看着发小玩，眼睛都舍不得挪开。但没想到的是，过了没多久，发小居然送了他一台 GBA 当做礼物。他有特别关心他，甚至有点溺爱倾向的爸爸妈妈和亲人，也有朝夕相处的小伙伴，还曾经得到过很多老师的关心和帮助。这些都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对于年幼内向的他来说，这些关心对方而又被对方关心着的温暖感觉，才是他始终念念不忘的原因。